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泥和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车又来》第二季。这一集主要讲了弗赖和班德造反，扎普成了星际快递公司船长。时代在变化，弗赖也要与时俱进。今天他要和班德玩点不一样的东西，比如全息投影飞行棋。教授带来了一个任务，他们要给行星民主联合送快递，而所谓的行星民主联合就类似于20世纪的联合国，或者是星际旅行里的星际联邦。而今晚刚好是行星民主联合新总部落成剪彩仪式，因此他们运送的是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特大号剪刀。来到联合总部，这里已经聚集了上百万外星人。弗赖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激动人心的场景，他跑到招待桌旁吃松饼。这时仪式开始，部长表示，行星民主联合是宇宙里推广和平的组织，在这里就算是昆虫族和太空蜥蜴族也能和平相处。弗赖和亚马逊人交谈愉快。仪式最后，部长问中立者有何感想，他回答没有什么特别感觉。台下掌声雷动，扎普却很厌恶，因为他最讨厌这些丑陋的中立者。面对敌人，你至少还知道他们的立场，但是面对中立者，你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。这时，莉拉送来剪刀，扎普制止，说这把剪刀是中立者的阴谋，即使它根本不锋利，可也会对毛线人造成伤害。幸好石头能压碎剪刀，但纸又能包住石头，而剪刀能够切开纸。最后他干脆没收剪刀，并认为莉拉是中立者，将3人逮捕回船。部长正准备让他上台剪彩，他却不想回去，用激光搞定一切。前联合总部部长对扎普进行审判，扎普说自己99%无罪，但奈何抵不过陪审团的强力指责。部长宣判扎普有罪，不过鉴于他多年的工作和乡巴佬检察官的无能，部长又撤销了所有对他的指控。台下议论纷纷，莉拉愤然起身，虽然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什么，但他仍想作证，说扎普是自己见过最差的船长，他亲眼见到了那个白痴炸掉了联合新总部。扎普还是不承认，让大家不要相信一个与他发生过关系的人。不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陪审团坚持认为扎普有罪，部长只好剥夺其船长军衔，并解除他在行星民主联合里的任职。扎普伤心离开，临走之前，他不忘甩锅给基夫，因此基夫也被夺走军衔，并开除军籍。唉，命运有时就是这么无常。前一天，扎普还是一个拥有一切的男人，第二天他就一无所有。基夫更可怜，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却要跟着扎普一起受罪。两人就此开始平民生活，整天乞讨过日。后来实在是过不下去了，扎普来到星际快递公司求助莉拉，希望他能给他一份可以填饱肚子的工作，哪怕是刷油漆和擦地板。莉拉拒绝，因为她根本不会做这些事儿。突然，教授走来，为了转移人们对他们害人的安全记录的注意力，他同意扎普成为新船员。不过至于扎普是谁，可能到现在他也分不清，但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好消息又来了。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4号星，一颗高重力行星。因为大家都有共同讨厌的人，所以扎普很快就和弗赖还有班德打成一片。另一边，基夫则是全心全意为莉拉工作。莉拉难得遇到一个听话又聪明的船员，他表扬基夫受宠若惊，这大概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。在以前，扎普从来不会表扬他。到达4号星，莉拉对3人下达任务，把40个枕头送去旅馆。别看枕头很轻，那是因为飞船有反重力棒，一旦去到地面，重力就会变得非常强。因此，莉拉命令他们用悬浮推车，并且一次只能运送1个枕头。班德偏不这样做，他要一次性把所有枕头都送去。可结果要知道，在这里一个枕头约重68公斤，就算是毫不起眼的头发也能把他们压垮。莉拉忍不住发火，为了给3人一个教训，莉拉命令他们徒手把40个枕头运过去。于是3人开始苦命干活，他和基夫则悠闲的在飞船里聊八卦。枕头还没送完，重力雨又来了，3人不得不先避雨。弗赖说，都是莉拉的错，如果他能让我们用推车，我们就可以早点破坏它，然后放弃任务，打道回府。扎普也表示，莉拉根本没有做船长的资本，如果让他来当船长，他只要求船员忠诚，绝对不会让他们干这么多活。班德和弗赖相视一笑，3人回到飞船造反。莉拉被逮捕，扎普还让2人把她关进禁闭室。莉拉想不明白，她真的做得不好吗？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只是脾气有点坏，总是大喊大叫，还让他们做所有活。可我们不是朋友吗？对呀，那你就更不应该对我们大喊大叫。弗赖难过离开，或许不久以后，他们就能笑着回忆这件事了。
扎普和基夫又换上旧制服，即使经历了难挨的岁月，扎普也依旧没有变瘦。再次成为船长，他还像以前一样高傲又自恋。因为弗赖和班德不够忠诚，因此他命令两人喝啤酒，一直喝到像基夫那样忠诚为止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想攻击中立行星，一旦成功，他就又会成为英雄。联合部也会恢复他的船长职务。基夫试图阻止他，却被他嘲笑，升起白色旗帜。扎普向中立者表明自己是挥着和平的橄榄枝而来，中立者选择相信他，但其实他的计划是炸毁中立行星，包括弗赖和班德。等等，两人吓得赶紧去找莉拉，他们想让他当回船长。看见三人造反，扎普只好带着基夫离开。莉拉也立刻坐上驾驶椅终止计划，但方向控制已经被扎普破坏，飞船要坠毁了。危急时刻，莉拉问弗赖和班德是否还愿意听从自己的命令，两人回答绝对愿意。于是莉拉命令两人用悬浮推车运送所有暗物质到左引擎。弗赖和班德照做，飞船成功避开中立行星，危机解除，没有人会因为造反而惩罚任何人。扎普再次来到前联合总部，他向部长编造了一个自己是英雄的故事，希望他能让自己复职。部长问莉拉这个故事是否属实，莉拉回答全部都是事实，因为如果不让扎普复职，他可能还要想着来当公司的船长。因此扎普如愿复职，众人欢呼，而基夫还是没能逃脱魔爪。回到公司，弗赖和班德乖乖干活。其实就算莉拉脾气坏，但在他们眼中他都是最棒的船长。那么这位最棒的船长是否能给1周假？看着他们可怜兮兮的表情，莉拉无奈同意，教授却说不行。哦，兄弟，我们造反吧。有些人可能生来就不太温柔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不是好人。作为船长，莉拉有时必须要很强硬，因为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大家的安全，关乎着整个公司的命运。他首先是公司的船长，其次才是大家的朋友。一个好的船长绝对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玩忽职守，更不会像扎普一样只会为自己着想。一个好的领导也是这样，让员工对自己的忠诚远远比不上对公司的忠诚重要。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使命感和责任感。生命的意义在于过有价值的人生，而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就源于他的使命感。至于责任感，对于社会来说，责任感更重要，因为一个有责任的人不仅会考虑到自己，还会替他人考虑，而换位思考正是社会所需要的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。我是草泥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